妈，今天这条鱼挺新鲜的，您尝尝。做菜好吃有什么用？你把做饭的心思放到肚子上就更好了。你看看隔壁老李家的儿媳妇，昨天又生了个大胖小子，都3年了，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个动静呢？妈，先吃饭吧。我说2句怎么了？3年了，我连句抱怨都不能说了。3年了，我在这个家里做了1095天的保姆，每天6点半起床，7点半早餐必须上桌，正餐4菜1汤，少一个婆婆都能念叨一整天。买菜、洗衣、煲汤，家里所有的活全是我一个人的。连最近老公也变了，每天我把熨好的外套递到他手上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伺候了这个家3年，换来了什么呢？又生了，可把我急死了！我到现在连个孙子的影子都没见着。你别跟我妈计较，她也是着急。她从来不懒，好像3年怀不上全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每天加班累死我了。他说今晚加班，但这是晚上7点的电影票，还是2张。怎么还没睡？这是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2张电影票，时间是今天晚上7点。你不是加班吗？公司团建发的，我陪同事。你跟谁去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质问我？我问你是跟谁去的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养这个家，回来还得被你质问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看看你这3年给这个家带来了什么？我问你跟谁看电影，你就这么大反应？你心里没鬼才怪！妈，我怀疑周哲他在外面。大半夜的反了天了你！妈，我怀疑周哲他在外面。大半夜的反了天了你！妈，你打我，是因为我闹，还是因为我说对了？你说对什么了？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发疯！你早就知道他在外面有人了，对吧？原来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行了，苏冉，闹够没有？既然你自己撞上了，那我也不瞒你，那姑娘怀孕了，3个月了。怀孕了？苏冉，这事儿可怪不了周哲。你看你3年都没动静，人家3个月就怀上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提前拟好了，这房是婚前买的，车也是我妈出的钱，只要你签了字，咱俩好聚好散。周哲，我给你们家当了3年保姆，你就这样对我？停停停，别跟我来这套感情牌。你这3年在我们家白吃白住，没花过1分钱，也算是赚了。白吃白住？难道不是吗？这3年你吃我们家的，住我们家的，要不是我们好心，你一个做饭的，现在还在出租屋里挤着呢。这3年里，我每天6点半起床，7点半早餐上桌，洗衣、拖地、买菜全都是我一个人做。那是你当媳妇儿应该做的。哪怕是请一个住家保姆，包吃包住也要月薪8000，请一个我这样水平的私厨，月薪最少15000。这3年里，光保姆加私厨的钱，我就替你们省了至少50万。你跟我说白吃白住，你跟我算钱？我儿子养了你3年，他月薪18000。减掉7000的房贷和3000的车贷，剩下那点钱再拿去抽烟喝酒和社交，你算算他还剩多少钱养我的？家里1半的花销还是我自己掏钱贴的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到底签不签？笔拿来。你真要签？废什么话，赶紧的。你干什么去？收拾东西，不然留在这里给你们守孝呢。走就走吧，一个做饭的，出了这个门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您记住今天的这句话。一个做饭的是吧？行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一个做饭的能活成什么样。你好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你以前干过餐饮吗？在饭店里帮过忙，打过下手。就打下手？那你会炒菜吗？家常菜没问题。那你就做个帮厨吧，1个月4500，包1顿午饭，干不干？干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围裙在里面挂着，现在就可以去。先把这些备了，晚市5点开。你以前真的只是在饭店打下手？就打下手。打下手能切这么好？4500是不是给少了？
老板娘，你换厨师了吧？新来的帮厨怎么了？这红烧肉比以前好吃10倍不止。我明天带我老婆来试一下。你看这摆盘，根本不像小馆子能做出来的。小苏啊，你跟姐说实话，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这一周我营业额直接翻了2倍。都说了，就是在饭店里帮忙，帮忙能让排队排到马路上。我开了8年饭馆，从没见过这阵仗。可能是姐你这位置好，风水旺。行了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还能点菜吗？后厨快下班了，随便给你做2个行吗？都行，来个你们最拿手的。这2道菜谁做的？我们帮厨小苏做的，怎么了？能麻烦他出来一下吗？我想当面跟他聊2句。小苏，外面有人找你。你好，我叫何少廷，锦兰酒店总经理。何总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这碗蛋炒饭，米粒颗颗分明，蛋液裹得均匀，火候精确到秒。这不是小馆子帮厨的水平，这是顶级专业主厨的基本功。我这人说话直，你这个水平窝在这里太浪费了。我想请你去锦兰聊聊，具体薪资待遇我们当面谈。何总，我考虑一下。没问题，我电话在上面，想好了随时打给我。锦兰酒店啊，那可是5星级的。小苏，你不会真走吧？老板娘，你别慌，我还没想好呢。你要是走了，我上哪儿再找一个你这样的？你说个数，4500不够，我给你加。不是钱的事儿，老板娘你放心，真要走我肯定提前跟你说。锦兰5星级，3年没站过那种级别的灶台了，我还行吗？哟，这不是苏然吗？还天天买菜做饭呢，这辈子就只能待在厨房了吧？跟你没关系。姐姐一个人过日子肯定很辛苦吧？我认识你吗？就跟我搭话。姐姐别这么见外嘛，好歹我也算你的接班人。贱人，你还真看得起自己。姐姐也别嘴硬了，伺候了3年，什么都没捞着，连个孩子都……你再敢提孩子这2个字试试！周哲，他打我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你快帮我收拾他！苏然，你疯了吧？她怀着孕你也敢动手？狗男女，结婚3年你都没这么护过我，一个小三儿倒让你有血性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我等着，今天这一巴掌只是个开始。不行，如果只当个帮厨，这辈子都得被这种烂人踩在脚下。我必须站到更高的地方，然后狠狠打他们的脸。何总，我是苏然，我想当面跟你谈谈。何总，你之前说想请我去锦兰，具体怎么个说法？我跟你直说吧，我调查过你，查到什么了？苏然，3年前明湖酒店27岁破格上任的中餐厅主厨，任职2年期间，中餐厅营收涨了60%，后面突然辞职，再也没出现过。然后呢？我就想不通，堂堂明湖的金主厨，怎么会跑到巷子里的小饭馆切土豆丝？我结婚了，婆家说女人抛头露面不像话，让我在家当全职太太。现在离了，自然要重操旧业。明白了。那我说说我这边的情况。锦兰中餐厅半年前换了团队，现在出品不稳，老客户跑了一大半。我现在需要一个能镇住后厨的人。何总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已经3年没正经站上灶台了，手肯定不如以前稳。你就不怕赌输了？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儿。明天你来我后厨做一顿，菜你随便选，怎么做你定。你证明给我看，也证明给你自己看。行，几点？早上9点，食材我让后厨提前备好。那明天见。苏然，别紧张，你可以的。我不紧张，就是不知道你那后厨能不能配得上我。明湖那帮人当年叫我什么来着？苏一刀。明天就让锦兰那群人也见识见识。等你好久了，食材都在冷柜里备好了，你随便用。这位是我们行政总厨赵师傅。哼，你就是明湖3年前走的那个年轻女主厨？是我。3年没碰灶台，今天来这儿装什么样子？赵师傅，您看完再说行吗？
赵师傅，请。你之前跟的哪一位师傅？陈守正师傅，在明湖的时候跟了他2年。老赵这辈子没夸过人，他能这么问你，就是最高的认可了。我理解。苏然，我想跟你合作。什么意思？锦兰的中餐板块，我想让你以合伙人身份进来，出品全权交给你，我不插手。何总，这事儿太大了，你给我1天时间想想。应该的，不急这一天。何总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不管最后成与不成，今天这顿饭我做得很开心。合伙人，上次这么看得起我的，还是3年前陈师傅推荐我去明湖的时候。打工我不怕，但如果能按我的规矩来，菜单我说了算，人我说了算，品质我说了算，那才值得回去。想好了？我答应合伙，但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菜单全权交给我，上什么菜，怎么搭配，什么时候换季，我说了算。任何人不能干预。可以。第二，后厨人事权归我，谁留谁走，岗位怎么分，我来定。现有团队你要全换？不一定全换，但不合格的我不会留。行。第3个呢？第3，出品不打折，不管客人什么身份，不管赶不赶时间，我的菜从备塑到装盘，每个环节按我的标准走，不能为了翻桌率降低品质。你这3个条件说白了就是后厨你是老大，对吧？何总，你找我来不是为了找个听话的员工，对吧？合作愉快，苏主厨。还有一件事，下午我要跟后厨所有人见面，当面把规矩立了。我等下就安排你们见面。我叫苏然，从今天起，锦兰中餐的出品归我管，规矩我只说1次。第一，刀工不过关的，我给你1周时间练，1周后还切不出均匀的丝和片，自己收拾东西走人。第二，调味不准的，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来练基本功。第三，灶台是厨师的脸。明天开始，交接班之前，灶台必须干净到我摸不出一点油，做不到的，别让我看见第2次。我不会跟你们客气，但也不会故意整人。你们拿出真本事来，我认；拿不出来，我这里没有混日子的位置。有问题现在问。那就从明天开始，散了。何总，有件事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下周6有个企业客户预定了20桌周年宴，我看了订单，你打算让谁负责？本来想等你稳2周再接大活，怎么你想接？不是我想接，是我必须接。后厨那帮人现在不服我，觉得一个小姑娘凭什么指手画脚？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带的局是什么水平。20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出一点岔子，酒店的名声就毁了。全权交给我，出了问题我担。行，那这个宴就是你的了。苏然，别把自己逼太狠，刚回来一步一步走也没关系。何总，我要是会一步一步走，当年27岁就不会坐上明虎那个位置。过来，所有人。20桌10道菜，从冷盘到热菜到汤到甜品，每个环节我都分了岗，你们看清楚自己负责什么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全流程彩排1次，到周6之前必须跑通5遍。每天彩排，那正常出餐怎么办？正常出餐是你们的基本功，彩排是在基本功上加码，做不了这2件事就别站在这个灶台前面。从今天开始，后厨5点半开灯，我会比你们所有人早到，谁迟到1次，宴席当天就别上灶了，听清楚了？是。散了，各就各位。今天要的10条鲈鱼到了吗？10条，今早4点从码头拉的，冰鲜。行，新鲜度没问题。你就是新来的苏主厨？对，苏然。我是林野，以后食材这块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，能调的我尽量给你调。行，那我先说，下周6 20桌宴席，食材量是平时3倍，你能保证当天早上6点之前全部到位吗？6点有点紧，6点半之前我保证1分不少送到。那就6点半，晚1分钟，我直接换供应商。放心，误不了你的事儿。
备用，万一哪个环节出岔子用的，别嫌多。这人倒是挺细的。5个小时后，正式开战。比说好的还早了20分钟。今天量大，我怕路上堵，就提前出发了。没问题，齐了。今天20桌，如果中间缺什么，你随时打我电话，半小时内我能补到。你今天不用跑别家了。今天别家的我提前送完了，专门给你留着的。11点半客人入座，11点45第一道冷盘必须出去。从现在开始备菜，9点半之前所有食材处理完毕，10点开始预制。谁负责哪一步都看清楚了，不明白的现在问。那就动起来。苏主厨，这个我切差了。看着，能补就补，补不了的才换料，别慌，一慌手上就全废了。这盘菜重做，葱花散了，影响卖相，30秒补好。主办方的原话：办了20年宴席，今天这顿是最好的一次。喝口汤吧，你都站7个小时了。谢谢赵师傅。下回备菜环节再紧凑一点，9点半才处理完，太卡时间了。知道了。家人们，锦兰这个餐厅我已经3刷了，每次来菜单都有新花样，但每一道都好吃到跺脚。今天这个盐焗鸡，你们看这个皮，又脆又薄，一咬还爆汁儿。帮我跟你们主厨说一声，下周我有个重要的客户宴请，想定在这里，能不能提前定制菜单？我帮您问一下苏厨。就说东城王总介绍的，他做的菜，我那客户吃了肯定签单。鹅肝配菌菇，你想走什么路子？中式做法，不搞法餐那套。我想用花雕酒提鹅肝的香，菌菇打底，但还没试出满意的比例。花雕酒蒸的时候温度别超过85度，不然酒香全散了。你试试60度低温，先腌2个小时，再上锅蒸。赵师傅，你以前也做过这道菜？30年前试过，没试明白就放下了。你要是做出来了，记得让我尝第一口。行，做出来第一个给您尝。你来之后1个月，中餐板块营收涨了4成，订座率从之前的6成拉到9成5，周末全满还要排队，还不够。你这人真是，涨4成了还不够。菜单还有优化空间，有几道菜出品不够稳定，得换掉。而且现在食材供应跟不上新菜单节奏，有些好东西市面上不好找。食材的事儿你跟林野对接，他那边资源广，能给你找到。行，我去跟他说。苏然，有个事儿我提前跟你透个底，最近有品牌找我，想谈中餐的标准化合作。标准化就是把你的菜单做成可复制的模板，开到其他城市的门店去。何总，这个事儿你自己定，但我的菜不做标准化，能复制的东西就不值钱。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没说要答应他们。你先忙。花雕酒60度低温腌制，松茸切薄片铺底，再加一点陈皮提味。对，就是这个方向。你要的松茸我找到当天直发的渠道了，明天样品到，记得验收。这人怎么连我凌晨在想什么食材都知道？松茸的鲜度还是差一点，你上次送来那批是哪里产的？云南的，空运过来隔了1天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我下次找当天直发的渠道，中间不过夜。当天实发，那成本得翻1倍吧？成本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只管告诉我你要什么标准就行。你倒是挺敞亮的。做食材的跟做菜的标准得对齐才行，你出品不打折，我供货也不能打折。那就下周1之前给我新批次的样品，我试完再定量。没问题。2个月8万7，周折1万8的月薪，他不吃不喝也得攒小半年。何总，苏然，有件事儿我提前跟你说一声，
今天下午有2个人来酒店前台问你，一男一女，男的30来岁，女的60左右。前台按规定没给他们任何信息，但他们说是你家人。他们说什么了？问你在不在酒店，什么时候上班，住哪里。前台什么都没透露，直接请他们离开了。但我觉得你得有个准备，他们大概率还会来。知道了，何总，谢谢你跟我说。需要我安排保安那边多注意一下吗？不用，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，这回不一样。找上门来了，行啊，那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嘴里那个做饭的现在活成什么样了。在那儿！苏然，可算找到你了，你现在可真难见啊！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然然啊，妈给你带了点你最爱吃的荔枝，刚从超市里买的。说正事，你们要是专程来送水果的，我就先忙去了。是这样的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公司那边不太景气。你现在不是混得挺好的吗？能不能……等一下，周哲，你是来跟我借钱的？不是借，就是周转一下，等我缓过来。你月薪18000，还用得着跟一个被你净身出户的前妻借钱？我这不是暂时有点困难吗？暂时困难？你困难找我干什么？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，你找他们去啊！你现在一个月赚那么多，帮一下怎么了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妈，哦不对，该叫您郑女士了。您当初让我签协议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好聚好散。现在跑来找我要钱，您不觉得好笑吗？苏然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注意一下你现在的表情和语气，这里全是监控，你要在这里闹，我叫保安的速度比你找到出口的速度快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的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协议写的明明白白，法律上我没义务给你1分钱。你要觉得不服，拿着协议去找律师。2位，这里是酒店营业区域，非住客不方便长时间逗留，请你们离开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何总，这2个人以后要是再来，前台直接拦掉就行，别再让他们进大堂了。明白。何总，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，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种人不会只来一次，他今天要钱没要到，下次就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了。需要酒店这边配合什么，你随时说。先不用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。你又在查这个？律师不是都说了吗？离婚协议签的明明白白，你1分钱都分不到。他现在在5星级酒店当合伙人，一个月赚的比我半年都多，凭什么1分都不给我？你自己让人家净身出户的，现在眼红了？你能不能闭嘴？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买这买那，你以为我现在压力不大吗？我花你点钱怎么了？我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不是说要什么给什么吗？现在嫌我花钱了？既然正面要不到，那就让他自己主动来求我。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突然成了5星级酒店的合伙人，跟酒店男老板什么关系？大家自己品。苏然，你不给我面子，那你的名声也别想要了。苏主厨，你看一下这个。看到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这也太恶心了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，要不要我们报警啊？先留证据，这种没实锤的帖子，过2天自己就沉了。万一扩散了怎么办？现在网上的人都跟风，到时候影响酒店生意怎么办？扩散了也不怕，我的菜摆在那里，吃过的人心里有数。匿名发的，但知道我离过婚的人。周哲，你以为躲在网线后面我就认不出你了？这几天如果有人来店里打听我的事儿，或者有记者来问，你们统一回复就一句话：欢迎来试菜，别的什么都不用说。既然你想用舆论毁掉我，那我就用手艺打你的脸。周末该让所有人亲眼看看。扩散了，有人加了 P 图搬到短视频上，评论区全是带节奏的。我看了，法务那边可以查 IP 追溯，走法律太慢，等结果出来，舆论早定性了。他全是暗示，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任由他这么造谣吧？何总，我想这周末办一场开放式试吃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做菜，把之前来过的博主、老客户，还有排不上号的散客都邀请来，免费吃。用出品说话。对，网上那些人没吃过我做的东西，他们说什么都是嘴上跑火车，但吃过的人不一样，让他们自己发内容出来，比我自己辩解100遍都管用。好主意，场地随便用，费用酒店出，需要什么人配合你列个单子。菜单我今晚定出来，人员我自己协调。行，全交给你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只有一件事，吃。我做什么，你们吃什么，好不好吃，全凭你们自己说。家人们，网上那个造谣的帖子我也看了，说人家靠关系上位，
你让靠关系的人做出今天这6道菜，我看看！造谣的人赶紧出来道歉！你还没走？你从中午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。巷子口那家老馄饨，你上次跟赵师傅聊天的时候说过好吃。你什么时候去买的？你做第4道菜的时候跑了一趟，怕凉了，放在保温袋里捂着呢。你今天下午整整待了4个多小时吧？反正今天送完货没别的事儿。所以你待了一下午，就为了给我买碗馄饨？也不全是，看你在灶台上做菜的样子。什么人啊！下个月就到院产期了，婴儿床和推车我都订好了。多少？加起来8000多。最近先别买了。什么叫先别买了？孩子下个月就生了，什么都没准备，到时候用什么？公司裁员，我被优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周通知的。上周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，那房贷车贷怎么办？我下个月生孩子的钱怎么办？你想让我们娘俩喝西北风啊？我在想办法，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苏然居然不回我。你还找你前亲戚要钱，要点脸行吗？上次不是被人赶出来了吗？我去堵他，我就不信他真能这么狠心。苏然，给我5分钟，就5分钟。堵到我下班的路上来了，你挺有出息的。我现在没工作了，房贷车贷加起来1万多，柳如烟下个月要生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借我10万，就10万，我缓过来肯定还你。我给你打欠条。10万？对，就10万。等我找到工作，第一个就还你。周哲，你当初说我3年白吃白住，现在你被另一个女人吃着花着养着，这滋味怎么样？我受了3年，你才几个月就扛不住了，你慢慢受着吧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苏然，你逼我的。要到了吗？没有。我就说要不到吧，非得去丢人现眼。那怎么办？下个月房贷谁还？孩子生下来喝西北风啊？你能不能别一开口就是钱钱钱？我不提钱谁提？你现在没工作，我大着肚子也不能去上班，这日子你打算怎么过？你自己看看你每天花的，做个指甲300多，买件衣服500多，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不是说什么都给我吗？现在嫌我花钱了？你没本事就别娶老婆生孩子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冲我吼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窝囊样，你连你前妻都不如。人家现在当合伙人住新公寓，你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疯了！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想杀我们娘俩是不是？是我，又跟他吵架了。他今天居然摔东西，吓死我了。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？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好，我等你。这道菜从今天开始进正式菜单，你跟着我做3天，第4天自己上手。装盘步骤都在上面了，仔细看。明白。苏主厨，8号桌客人说想加一道上次吃的盐焗鸡，今天菜单上没有，能不能加做一份？告诉他下周换季菜单会回来，今天没有就是没有，让他试试今天的新菜，不会失望的。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连锁品，昨天又来，这次开的条件更高，年度顾问费60万，加菜单使用分成。何总，我上次说了，我的菜不做标准化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就是照规矩让你看一眼，已经替你推掉了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回后厨了。晚上松茸到了，我得亲自把关。去吧。松茸到了，今天这批是当天直发的，你试试跟之前那批有没有区别。这个对了，香气比上批浓1倍都不止，根部水分也刚好。你怎么找到的？跑了3个供货商，最后找到一个老农户，他自己上山采的，当天发快递空运，量不大，但品质稳定。为了这一批松茸，你跑了3家。你说要当天直发的，那我就得给你找到当天直发的。你吃过晚饭没有？还没，送完货直接过来的。坐那儿等着，给你做碗面。不用这么麻烦。坐着别动，3分钟的事儿。这也太香了。那当然，我的葱油面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吃到的。你以前在明湖的时候也这样，每天收完工自己待在后厨。那时候不一样，那时候忙完了就回宿舍睡觉，没什么可待的。现在呢？现在是不太想走，在灶台前面待着的时候，脑子里全是菜的事儿，不用想别的，挺舒服的。那你以后想做到什么程度？一直在锦兰？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开个店，想远了。开什么样的？等你想好了告诉我。
你这写的是什么？房租、装修、人工，你在算开店的账？赵师傅，您当年从国营饭店出来，自己开过店吧？开过，94年借了8万块盘了个30平的铺木，干了6年。后来为什么不干了？做大了管不过来，做小了不甘心，最后觉得还是帮别人管后厨省心，只用管菜不用管账。所以您的意思是不建议我去？我没说不建议，我那会儿是一个人扛，你跟我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这种人迟早要自己干的，在别人的灶台上做菜，做得再好也是帮别人挣招牌，你心里清楚。想好了就行动，别磨蹭。你现在有手艺有口碑，再拖2年，心气儿就被磨没了。上次你说自己开个店是认真的？还在想，账已经算过了，启动资金不是问题。我这几个月存下来的钱，加上合伙分成，够盘一个小铺面。位置呢？你想开在哪种地段？不要商场，不要景区，要社区周边，人流稳定，租金别太离谱的。这条街往南3个路口有个老小区聚集的片区，上次我送货路过，看到有2个店面贴着转让。你连这个都注意到了？你提了那句话之后，我就开始留意了。万一哪天你真的要开店，总得有个方向。林野，你这个人有时候靠谱的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是时候用自己的灶台了。你这表情有大事要说？何总，我想退出合伙，自己开店。什么时候想好的？这2周，账算过了，位置也在看了。你来锦兰3个月，中餐营收翻了1倍，老客户续店率从4成拉到8成5。你现在告诉我你要走，你这种人迟早要自己单干的，我挡不住也不想挡。说吧，需要我什么支持？何总，这3个月在锦兰，是你让我确认了自己还行，这比钱重要。去吧，干不下去了随时回来。锦兰的灶台永远给你留着。交接的事儿不急，你看着安排，一定要把接手的人带好。2周之内我肯定带好，不会给你留烂摊子。你好，我看到你们有个店面在转让，对，就是临街那个60平的，明天方便看吗？这铺面空了2月了，上一家是做奶茶的，干了半年没撑住。你们诚心要的话，价格还能再谈谈。这边到墙面3.2米，够放一个4眼灶加操作台。水电都是商用的，不用改线。排烟口在后墙，位置正好对着后厨区域，不用重新打洞，能省不少钱。租金多少？8000一个月，押2付3。6500。这位置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，空了2个月没人接，再挂下去您只会亏更多。7000，不能再少了。7000行，但合同要签3年，中间不能涨租。行吧，明天签合同。合作愉快，麻烦您明天把水电卡和钥匙一起带来，我们后天就进场装修。没问题，你们年轻人干事就是利索，希望你们能把这店做起来。你这脑子比我想的远。3年后这条街如果火起来，房东肯定要坐地起价。说起来有点可笑，3年前我辞职的时候也想过开一家这样的小店，那时候周哲说我异想天开，说女人在家做饭就行了，开什么店丢人现眼。现在不丢人了。一点都不丢人。其实我以前总觉得开店是遥不可及的事儿，现在站在这里，才觉得好像真的能成。不是好像，是一定能成。你的手艺配得上最好的灶台。后厨这边我帮你规划过了，左边放4眼灶和操灶台，右边做冷柜和储物间，中间留够2个人转身的位置。用餐区8张4人桌刚好，不会挤，也不会显得空。你连这个都画好了？昨天晚上画的，你看看哪里要改。林野，谢谢你。调料架和收纳盒到了，你看看尺寸对不对？尺寸刚刚好，你帮我把这排架子装上去，高度1.2米，我切菜的时候抬手就能够到。1.2米太高了，你手臂长度我记得不够，1.1米是不是更顺手？你连这个都算了？你在锦兰后厨购调料架的时候，每次都踮脚。歇会儿吧，喝口水，看你满头汗的。你们2个是我从20多个人里选出来的，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有多好，是因为你们的底子能教。苏主播，我们之前都只在快餐店干过。以前是以前，从今天起跟我干，规矩只有1条，出品不凑合，能做到就留，做不到趁早说。能做到。那就从基础刀工开始，先切50根土豆丝，让我看看你们现在什么水平。
手指要蜷起来，用指节顶着刀背，不然容易切到手。对，就这样，慢一点没关系，先保证姿势正确。谢谢苏主厨。我前婆婆说我就是一个做饭的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做饭的有自己的招牌了。王姐，对，明天开业，您可千万别带东西，人来就行。是之前巷子里那个小饭馆的王姐，她说明天带家人过来捧场。挺好的，有人惦记着。是啊，终于有人不是因为我能干活、能伺候人而惦记我了。以后会有更多人惦记你的手艺，惦记你这个人。这个红烧肉也太好吃了，咱小区周围什么时候开了这种水平的店？可不是嘛！明天把老张两口子喊过来，让他们也尝尝。小苏，恭喜开业啊！王姐您来了，快坐快坐，我这就给您做菜。瘦了点儿，但精神多了。你看这小店收拾的多干净，比我那破馆子强100倍。您别夸我了，我这都是跟您学的。跟我学什么？我那2下子跟你比差远了。当年我就说你肯定能成大事儿，还是这个味儿，比在我那时候做的还好吃。小苏，你这店火定了。老板，你们明天还开吧？他就爱吃这口家常菜，天天都开，放心来。麻烦你，能请你们老板出来聊2句吗？您稍等，我去问一下。苏老板，外面有人找您，看着挺有派头的。什么事儿？没说，就说想跟你聊聊。等我把这道菜炒完。苏老板你好，我叫方杰，隔2条街开方圆10股的，做连锁餐饮的。方总找我什么事？你这几道菜我都尝过了，说实话，就这个价位，方圆5公里我真没见过第2家能做出这水平的。我想请你当我们品牌的菜品顾问，1个月来2次就行，帮我们调菜单，把关出品，费用你随便开，我绝不还价。不了。苏老板别急着拒绝啊，价格真的好商量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我自己的店刚起步，所有精力都得扑在这儿，有那功夫帮别人调菜单，我不如多琢磨2道新菜。苏老板挺有个性的，不是个性，是实话。方总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后厨还忙着呢。那我先留个联系方式，你哪天改主意了，随时找我。老板，给我来10瓶啤酒，再来2斤牛肉。我们这里不卖啤酒，也没有牛肉。什么破店，连啤酒都没有，开什么开？要喝酒去隔壁，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别闹事。你谁呀？关你屁事！啊！再闹我报警了，监控都拍着呢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谢谢。苏主厨，你快看这个，线上突然冒出来好多差评。最近1周有没有客人当面投诉过这些问题？没有啊，来的客人都说好吃，好多都是回头客。那就是有人故意刷的。那我们举报吗？报流程太慢，没用，不用管它。真实的好评自然会把这些压下去。你把最近1周客人自发发的好评截图存好，万一后面要用。可是苏主厨，这样下去会不会影响生意啊？我刚才看到有个酷热看了差评，转身就走了。放心，真正好吃的东西不会被几张差评打败的。那些因为差评就走的客人，本来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。只要我们把菜做好，老客人会帮我们说话的。对，我们的菜这么好吃，肯定没问题。刚刚那个人是谁？是方圆10分的人，他们说缺帮厨，月薪比这里高2000，问我想不想过去。你怎么想的？想去吗？我不去。苏主厨，你教我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走？你要是真想去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得想清楚，你是想学真本事，还是只想多赚这2000块钱？我想跟着你学手艺。行，那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苏记餐饮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后厨卫生不达标，欢迎检查，后厨随便看，冷柜、灶台、排水沟全部打开给你们查。没问题，卫生状况良好，举报不实我们会记录在案。麻烦您给我开一份检查合格的证明，我挂在门口，也好让客人放心。没问题。跟林野说一声，下次送货从前门进，后巷的门以后随手锁上。林野，方杰的3招都用完了，该我去找他了。苏主厨，那个方杰一看就不好惹，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，我是去讲道理的，不是去打架的。再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不用，你们留在店里看店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苏老板难得来一趟，坐吧。不坐了，说完就走。刷差评、挖我员工、偷拍举报卫生，方总，这3招都不管用，你还打算出第4招？苏老板，做生意嘛，同行竞争很正常的。
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刷的那些差评我全都截了图，挖人的事儿我帮厨有录音，举报不实，市场监管那边白纸黑字写着。你再用这种手段，律师函第2天就会到你桌上。方总，我一个抓长菜的小店，跟你的连锁品牌根本不在一个赛道上，你非要搞这些小动作，我直接走法律途径。你与其对付我，不如多花点心思，把自己家的出品提上去。醒着就起来吃饭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？你下午从方杰那里回来之后，一直在后厨忙到现在，中间没停过手，也没出来吃东西。你天天往我这儿跑，你自己的生意不做了？做完了才来的，你这边优先。林野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到底图什么？快吃吧，再不吃就凉了。林野，你说我是不是太凶了？你只是在保护自己，换作是我，我会比你更凶。以前在周家，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，现在居然敢跟人拍桌子了。你本来就该这样，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3号桌的红烧肉好了，5号桌的醋溜白菜好了。哇，苏主厨，我们这个月赚了这么多啊！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这个月给你们俩每人发500块奖金。谢谢苏主厨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明天我们庆祝一下，继续好好干，以后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的。刚从市场拿的，特别甜，给你们尝尝。谢谢林哥，林哥你来的正好，老板说明天要做顿好的庆祝呢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们第1个月就盈利了。那太好了，我明天一定早点来。阿姨，这菜都快坏了，您还是买点新鲜的吧。新鲜的多贵啊，能吃就行。下午咱们把那个窗帘给换了吧。好。这苏然，她一个离婚的女人，凭什么能开这么火的店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把这么个摇钱树给放跑了。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她现在赚这么多钱，必须分我一份。妈，她店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排队都排到马路上了。这个贱人真是便宜她了。妈，我们下午就去找她，她现在赚这么多钱，必须分我们一半，不然我们就闹到她店关门。好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就不信她还能反了天。这位阿姨，后厨不能进。苏然，你给我出来！有什么事儿直接说，别吵着我的客人。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？当老板了就忘了我们周家了啊？3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给我们家生，不能生的女人有什么脸开馆子？姐姐也是有苦衷的，毕竟有些事情不行就是不行。不能生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不能生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这是你的蝌蚪检查报告。2年前你们单位体检，报告寄到家里，我怕你没面子，就替你收着。没想到今天还能派上用场。你的蝌蚪都不会游了，还想有孩子？3年，你骂了我3年不能生，逢年过节骂，吃饭的时候骂，当着亲戚的面骂。你知道问题出在谁身上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你儿子的问题。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周哲，你别听他胡说。谁知道这份报告是不是伪造的？你信一张纸都不信我。这是我单位的体检报告。你说伪造？这孩子不是你的又怎么样？我跟着你无非是想找个养着我的人。继续出菜，后厨别停。我没事。没事的话，就让我陪你坐会儿吧。林野，我忍了3年，3年来，我每天都在告诉自己不能哭，不能认输。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把所有的委屈都倒出来了。我以为我会很开心，可是你还是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3年就像一场噩梦。我好不容易醒过来了，可是他们还要追过来，不让我好好过日子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
苏然，说吧。我错了，所有事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么对你，不该逼你的离婚协议，更不该……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苏然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周哲，你站那儿别动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是没别的办法了。柳如烟跑了，你妈也帮不了你了。你这才想起来有个前妻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？我可以改，我真的可以改。我的生活里早就没有你的位置。刚刚外面那个人是谁？没人，该准备晚市了。苏然，我能进来说2句话吗？说吧。我来是跟你认错的。这3年我对你说的那些难听话，现在想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说得出口。周哲现在把车卖了，柳如烟也跑了，孩子也没了。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常常会想，这些事到底怪谁？想来想去，从头到尾，你是最没有错的那个人。你说完了？我不恨你，但也不会原谅你。不是放不下，是翻篇了。咱们以后不用再见。食材买齐了？齐了。今天买了新鲜的鲈鱼，晚上给你做清蒸鲈鱼。好啊，我去帮你洗菜。这个商圈明年有个新小区交房，3000户呢。如果那时候你要开第2家，这个位置人流量肯定稳。你什么时候变成我专属军师了？从你第一次凌晨给我打电话要松茸那天起。那时候你就……我来切，你歇会儿。捏着疼痛，还不如我帮厨第1天来的时候呢。你别笑，我再练练肯定能行。行了行了，别糟蹋我的胡萝卜了，还是我来吧。柳如烟，你怎么搞的？把碗都打碎了，客人投诉了，这个月工资扣200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下次再有下次你就给我滚蛋！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打算开第2家店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苏老板你太厉害了。那第2家店谁来管啊？我打算让你们俩去管，你负责后厨，他负责前厅。这段时间我会好好教你们，等你们能独当一面了，就去新店当店长，工资翻倍，还有分红。谢谢苏老板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是苏记开业的第1天。大家不用紧张，跟上我的节奏就行。记住，不管多忙，出品都不能打折扣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赵师傅，吃完留句好话。那得看菜好不好吃。小苏，黄姐您太客气了，还带蛋糕来，这是应该的。当年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，你看现在都开这么大的店了。苏主厨不对，该叫苏老板了。叫什么都行，何总以后常来。一定。你以前总说我就是一个做饭的，没出息。可我这个做饭的，活得比你儿子强100倍。